大家看一下这些视频啊，它们的质量呢都很高。那这些视频呢，我们都是用一个新的纹身视频的模型来生成的，而我们仅仅用了10部的采样就可以得到这样高质量的视频。另外的话呢，在视频当中呢，我还加入了更多的精准控制，比方说这2个视频，它几乎呢都会有一个人物转身的动作。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2方面的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新的纹身视频的模型；第二个就是怎么去精准的控制你的视频生成。好，下面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模型呢，叫做 Master Model。那这个模型有什么特点呢？你要注意，它首先是一个纹身视频的模型，而它是基于谁训练出来的呢？是 WAN 2.1 的 T2V， 所以说这个模型的基础质量是有保证的。那另外，它往这里边加入了很多的开源的组件啊，还有一些 LoRa， 然后让它在时间一致性啊、写实的表现上面，包括人物的一致性方面，以及细节的呈现方面，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提升。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都加入了哪些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 ACC Video， 这个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说的这个视频加速技术。那同样还有一个视频加速技术就是 CosVid。那同样呢，它还加入了MoveGen 这个 LoRa。那这个 LoRa 的话，其实也可以有效的提升视频的质量。那另外呢，增加了 MPS 的回馈的 LoRa。这个 LoRa 我们曾经在 IMP 模型以及会员模型里边都给大家讲过啊。这种回馈模型呢，主要有 HPS 的和 MPS 的。当然，现在主流的基础呢都是 MPS 的。所以说，将很多的开源组件和 LoRa 融入到这个模型之后呢，你会发现，首先它的质量是有保证的。速度是有提升的。当你用这个模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8到10步就可以得到非常棒的一些效果。它这儿有一个例子，你可以去看一下，明显的原版的和我们升级版之后的这个模型，它整个的表现力呢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就更清楚。那么大家可以进到 Files and Version 里边，然后找到这个模型的地址，给它下载下来，大小呢是 14.3 个 G。它这儿呢建议把它放在 Diffusion Models 里边，然后重启我们的 Config。另外他说用 Checkpoint Loader 去加载这个模型，这个是不合适的，我们只能用这个 Diffusion Model Loader 或者是用 Net Loader 去加载这个模型啊，因为你现在放的这个位置呢并不是 Checkpoint 里边，所以说这儿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它建议的采样步数呢大概是10步，当然这儿有一个隐含的要求，就是 CFG 的值设定一定是1。好，一旦我们知道它的基本用法之后，其实呢用起来就比较简单了。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流，并且上传了这个模型，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 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模型，大家可以搜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然后在我发布的这个模型里边可以找到对应的模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 Unet 模型啊，所以说需要切换到Unet 这个选项卡里边，它的名字呢叫做 Master Model。那我们下边来看一下对应的工作流，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工作流，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WAN 2.1 纹身视频的工作流。那我们这儿呢有一个 Load Diffusion Model 的一个节点，我现在加载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模型，然后它的类型呢我们选择 Default。那这个 Shift 值呢，大家还是用 8.0， 当然 6.0 也可以啊，5到8呢这个都是允许的。然后呢，我们加载我们的文本编码器。大家注意啊，我这儿建议大家一定要加载这个 FP16 的， FP8 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出问题。然后呢，我们用了 Config 官方提供的 WAN 2.1 的 VE。那这是我们这个浅空间的一个设定，我们的分辨率呢是480×832，帧数呢是33帧。这儿呢有一个提示词，简单看一下就行。你要注意啊，在采样里边我是进行了10步采样，然后呢 CFG 是 1.0， 那你看一下这个效果非常的漂亮，对吧？人物的这个细节啊能够非常好的得到展现，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工作流。那如果你想让它的效果更好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很多的组件上去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这里边的话呢，我重点是增加了这个什么呀Touch Compile 这个节点，然后呢增加了 Sage Attention 这样的一个组件。其实呢主要是用了这个块交换的技术，然后使用到了 Sage Attention， 别的呢没有什么变化啊。所以说呢我在这儿可以把帧数变成81帧。如果你这儿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处理啊，直接生成81帧有可能会报显存。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生成的效果，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东方女孩，是因为我在这个提示词里边写了啊，她是一个东方的亚洲女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非常的漂亮。我这个提示词其实重点是说它在跑啊，然后回头，有这样2个动作。当然它跟我设定的那个情节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设定的情节啊是它向着镜头跑，然后转身回头看，然后再转身再往前跑。但是我得到的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背对着镜头跑啊，然后呢转身是向着镜头转身啊，所以说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一种情况。这是我们加了 CG Attention 和这个 Touch Compile 之后的。下边呢我们再来看，它可以和很多的 LoRa 呢进行组合。比方说我这儿用了一个 LoRa， 当然用什么无所谓，我只是判断这个 LoRa 是不是有效。大家呢可以筛选一下 Y2.1 的 LoRa， 我用的应该就是这个啊060601，就随便选了一个。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可以非常好的兼容这个 Y2.1 的 LoRa。那相比之下，大家会发现这个呢就要精致很多，是吧？包括色彩的这种对比度，所以说这个模型和 LoRa 搭配起来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这儿呢用了一个新的 LoRa， 这个是专门一个跑步的 LoRa 啊，可能加上之后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这个不是什么必须要掌握的技巧啊，我只是告诉大家有专门奔跑的这种 LoRa， 你可以搜一下 Running， 我们可以找到有2个，一个是 V1.0， 一个是 2.0， 建议大家还是用 2.0 的，可能会更好一些。那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经常说的那个话题啊，这个模型是一个文声视频的嘛，那假如说我想让它图声视频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套一个 VACE 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啊，这儿我有一个基本的配置480、832，这儿有一个图片，然后这个图片经过 resize 之后呢，给到这个节点啊 One Video VACE Encode， 这儿呢用到了我们的VE， 包括我们的参考图片啊，只有这2个，宽高包括帧的长度，这个就是我们配置里边那3项。然后我们开始模型的加载，大家注意我这儿加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的模型。然后呢我们加载了 VACE 的框架，这儿呢我们用了块交换的这种技术啊，因为我还是要生成81帧的这个视频。然后提示词呢同样啊，我这儿强调了说一个东方女孩啊正向着镜头奔跑，然后突然停下来回头张望，然后继续往前奔跑。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完全呈现出来啊。在采样的时候同样要注意，这个采样的步数我这儿用了15步，其实10步就可以。那 CFG 呢一定是 1.0， Shift 值我建议大家这儿选 5.0， 然后呢我们增加了 SLG 和 CFG 048， 参考图呈现出来的视频效果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看一下啊，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跑起来啊不够连贯啊，或者说刚跑起来就停下了，是吧？所以说你想让它动作更加连贯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好很多？它一直在奔跑。那这个怎么做到的呢？可能大家也想到了，就是我增加了这个奔跑的 LoRa， 然后这个效果就变得非常棒了啊！当然到这儿还不能算是精准控制，我们只能说是它把一个动作完成的比较流畅。下边我们继续上难度，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呢希望它有一个转身，这个转身的话呢，我们尽量的可能还是使用 VACE 的这种首尾帧呢，或者其他的技术来实现。那我们先看一个基本的首尾帧，这儿呢有一个起始图片，然后这儿呢有一个结束的图片。就是说这个图片咋生成的呢？这个呢我是用 Flux Context 来生成的，大家看一下，这是正常的。那我希望呢它有一个回头望的一个动作啊，然后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图片啊，效果也是非常棒的。你要注意啊，这个宽高比呢我们选成2:3，因为它原图片是一个这个600×900嘛，所以说是一个2:3的啊，这儿我们同样采用一个2:3的，我们保持环境不变，大家看一下，非常棒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工作流，那这就是刚才我们用的这张图片，它呢是作为尾帧来出现的，然后呢会经过我们的 One Video VACE Start to End Frame。 大家总觉得这个节点非常的非常的神秘啊，其实没啥神秘的。你要注意它无非就产生2个东西嘛，一个是 Image， 一个是 Mask。 你看 Image 是啥样的，一共81帧，首帧尾帧是2个图片，中间是什么？是灰的。那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灰的代表着什么？完全有模型重绘的区域，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就很容易理解。那遮罩就更容易理解了，有图片的当然呢我们要完全的给它变黑，就是模型不要动黑色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说这2张图片呢是完整保持下来的。那中间这儿全是白的，就代表着在这里边整个图片都需要重新绘制啊。那完了之后呢，我们把这2个输出呢给它连到 One Video VAC Encode 上面，那我们会得到首帧和尾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看一下，也是不错的啊。那既然你知道了它基本的形式就是这么一个形态啊，那完全我们可以手动构造一个啊，让它的控制呢更加的精准。那这个怎么去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边的话呢，我做了这样一个东西，我把这81帧呢分成2部分，一个是33，一个是48。有人说你这儿为什么是49啊？因为这儿写不了48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先生成了33加49，回头我会从这儿去1帧，对吧？完了之后呢，33帧我是有首帧和尾帧的，就是它俩，我把它放开，大家看一下，33帧的首帧和尾帧有了 ，mask 的首帧和尾帧也就有了。然后后边这49帧是什么样的呢？这儿呢我只有结束图片，所以说这儿只有一个结束图片。那同样 mask 呢也是别的都是白的，这儿是黑的。然后呢你要注意，我要把这俩给它接起来啊，怎么接呢？我这儿用到了一个 get image on mask range from batch， 但是我是从第1帧取的，它默认的第1帧是0啊，所以说我这儿从1取，就是从第2帧开始取。那这样的话呢，我取到的只有这49帧里边的48帧啊，第1帧是不要的。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拼起来。大家看一下，前33帧是这儿，后48帧是这儿。那这样的话，一开始是这张图片，然后转身，然后呢再回复到原来的状态。那 mask 值是黑的啊，到33帧再变黑，然后最后1帧变黑，其他全是白的。那我们来开始生成的这个效果，它开始奔跑啊，然后转身。还是由于这个帧数呢可能不太合适啊，虽然它的确动作都有啊，但是不够顺畅，是吧？这个还是有点强人所难啊，因为81帧你让它跑，然后转身，然后再跑，可能对于它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些困难的。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别的提示词，那比方说我这儿呢把这个提示词换了啊，说一个长发的东方女孩正在跳舞，那这样它就不见得它一定是在奔跑，对吧？那你看一下这个跳舞的感觉可能就好一些，它有一转身，然后转过来。当然我这儿并没有去精调它最终生成的效果，我只是告诉大家一种更加精确的控制 VACE 的首尾帧的手法那希望大家呢能够举一反三。比方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想改变这个环境，这个应该怎么去做？你可以想想。那如果你对 VACE 的原理懂得比较多的话，我觉得你应该非常清楚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可以把周围的环境给它变掉，但是人物不变。这样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了解这个工作流或者模型内在的一些机制，这样的话你用起来会更加的灵活，对吧？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